朋友们，我们现在就在重庆的李子坝站了。这就是大家前2天特别火的著名植物大战僵尸吃轻轨的地方。哎，我问你个问题，你说这个轻轨应该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Of course, after the meal, right? Why? Because if you eat it before a meal, you wouldn't have room for hot pot. Where you guys come from? We're from Beijing. Okay. 北京。哎呦，哟呵，压够燥的。最近的重庆已经悄悄火遍了地球村，海外的博主们纷纷前来打卡，套路也如出一辙，吃火车、骑机车、折叠的城市奇观等等等等。我们现在在吉隆。但适合短视频传播的外国人眼中的重庆，本地人看完都会一脸懵，心说这有啥大惊小怪的？那我们作为长视频博主，则真的想知道，在这些错位背后，是不是藏着重庆真正的魅力？刹不住车！魔幻和日常，或许本就是同一面的。所以在这一期的来不来中，我们将会对比老外们来重庆打卡的线路和本地人推荐的线路，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重庆？好，那这一期我们就带着 Pocket 4P 这台全新的双主摄口袋电影机来到了重庆。那你会看到自拍视角和主观视角全部都是由它来完成的，所以欢迎来到魔幻之都，老子数到3，重庆来不来？长江水，浪打浪，来时不多，你在老哪样？我重庆生，我重庆谁？3000万人跟我一起报道场。大地我是我们的龙妹，我们的球衣是红色。对重庆忠，为重庆冲，我听到63的号码上。重庆，来时不多。重庆好几天没下雨了，你们来了就下雨。天气之子。OK， 这一期的重庆啊，看到我们的特约嘉宾是谁了吧？瑞哥会带着我们好好的玩重庆。瑞哥也是吃火车吃了很多年的老饕，那他是因为自学川普式的英语口音实在是太生动了，所以很多老外朋友都是因为他的短视频喜欢上了重庆。 Welcome to Chongqing. There you go, there you go. Okay. DNA 动了，我看。Can we take a picture? Yeah, sure, let's do it. Where you guys from? Yeah, well, I'm from Vietnam. 瑞哥真的是在里斯巴都是老外在跟他合影，哇！他带过很多顶流老外来重庆打卡。 I am not Mark Zuckerberg. 所以我们这次就特地邀请了瑞哥带我们以外国人的视角打开重庆。那据说每一个来到重庆的外国人都要完成一套入渝仪式，第一站就是吃轻轨。外面话我们帮我把它忘了，我没忘。你别动啊！等车来我就走。哎呦！好吃！哇！吃到了。吃完了你。Hey. This was my spot. I was here. He saw it. I was There's literally no your standing name here. here, right? I've been eating the train at this spot for 10 years. Everybody knows that. I don't know that. 我还帮瑞哥演了一个他的短视频啊，大家觉得我的演技怎么样？从1到5给我扣个分。那轻轨川楼只是老外们来到重庆的开胃前菜，魁星楼才是老外们入渝的第2个让他们觉得 amazing 的地。这儿我们当时读书的时候就有了，这魁星楼就这儿。啊，这个地方算很有特色的地方吗？对，它其实就是一个悬崖嘛。啊它是按照它的地形来讲的话，啊哈，它就借势，然后你从这边下去的话，你这里是1楼，你看标高都和解放碑是持平的。啊哈，但实际上这里下去的话，这就是江边，然后你下去的话，你看就是22楼。贾康哥在这儿放了个跟斗。Oh my god！ 我们面对的这个地方是22楼。对你下面还有那个，你乘一个电梯你就到江边去了。哦，因为我们重庆是一个山城，你要从山上过渡到江，它中间肯定是有个悬崖的，它是一个很陡的一个坡的啊。它下面打的这个广告，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个很妙。哦，真的，因为每个人都会看到这个。哦，这上面的广告是哇塞，给大家切一下3倍。这些广告位真的是很天才，我觉得他知道大家会从上往下看。哦，有点晃了，这桥有点晃了，这桥。发高吗？啊，其实这个舞很简单。你要假设你就是一个搓澡，你脚是这样的，对吧？你一直搓，你想怎么搓怎么搓，对吧？每天洗澡，哎呀，我会了哦。
我们一起跳舞的天桥其实就是从这一头的广场连接上那一头的高楼电梯。那这样的话，大家上下山会非常的迅速。不生活在重庆的人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奇观。我们这2天已经对于高度没有概念了，就是这儿是几楼，那儿几楼已经没有概念。但不得不说，在重庆这样能够上下山的电梯真的是不少。哇，朋友们，这边的电梯是要买票的，如果不花这1块钱，我就要爬这个。说白了，重庆人其实是将电梯归纳为公共交通那一类的，1块钱能帮你把山爬完。你要爬还是要买？我当然要花钱了。那你请我，钱该我请你。另一种专属于重庆的交通工具，则是老外同样会来打卡的长江索道。哇，大家看，超好看这个缆车，看就在这儿。刚刚我是用3倍直接切的1倍。那其实像这种暗光条件下，像之前的手持云台可能不是它特别能打的地方，但是呢，因为这次增加了1颗这个3倍的镜头，也就是说这个60等效光圈是 f1.8的这么一颗人像镜头。那因为是这颗摄像头的这个光学虚化，所以它比手机上的那些，比如说中长焦边缘会更加的自然。当然，你也可以配合着它现在给的这个遥控器去做一些远程的，可以让我们合影啊，或者怎么样。此时天色渐暗，在长江索道的另一边，引擎的轰鸣声给江边的夜景都增添了别样的旋律。重庆的另一副面孔正在苏醒，真正入渝仪式的高潮也即将开始。火遍了外网的重庆落地签说实话，我是来了之后才知道的。啊，是吧？我来之前都没刷到过。但你看我们现在身后有多少老外，你就知道了。 International 啊。 We just think it's fun. This is fun, right? Yeah. Okay. Because I'm gonna make like a post from 啊哈， my trip in China. Yeah. 在海外也有说大概对，我们海外有个账号，哇，海外的账号差不多现在快20万粉丝。哇，所以现在的比例大概是一个就是国外，我们国外比较多。国外反而是比较多。对，那你是第一个拍这个的人吗我是？这个拍的，车上镜头的话大概就是这样子，就是拍摄过程。哦，这个会危险吗？啊，不会是吧？我们出去的时候都会卡上红绿灯，然后就是有车的时候我们会让别人先过啊，后面没车看到没？我看这边有交警，他是他是维持OK。 We got to practice earlier, 嗯哼。 and then we're gonna shoot later the real thing. 但是上来，我们第一件事是要先教学。站，对，扶着我。OK， 好。然后等一下我们骑的时候哈，你的腿，我会往后坐哈，你的腿夹紧我，然后手扶在油箱上面。你的背一定要打直哈，不要驼背，就是背一定是要往下压着的。然后不要贴着你是吗？哎，对，然后好暧昧啊，姐姐。啊，我说3、2、1看镜头，然后看他，对，看他的时候正脸正眼去看镜头就好。3、2、1比大拇指，看镜头，敬礼，指出去，盖镜片。就是甩出去的这种感觉。哎，回来的时候盖镜片。第2个动作是你的腿夹紧我，身体坐直，这样打开。啊，我知道了。哎然后你再把我手搞回来。抱我，对，好，然后手再撑回来，好不好？手不要像鸡爪一样，不要像鸡爪一样这样啊，一定要举起来，然后腰转过去。哎，回来 ，OK， 可以了哈。就这3个哈。对，我们上去这3个动作哈。 3、2、1走，1、2、3看。对了。我真的一点点不住看。直接抱住我。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直接来吧，我们直接来吧，直接来吧。走了。哎，还回来吃饭吗？不回来吃了。看到这里的朋友可以在这儿点个赞。我真是为了节目效果把我的老腰都贡献了，咱们直接上样片儿。对我一点点心动。哇！我的话给我回答，我的爱也没时差，等待是我为你付出的代价。爱我的话要回答，我只能等一句话。好激情啊！可以的。那关于 BGM， 现在老外只认汪苏泷的这首歌，所以这个他们只认这个，就是我们如果换其他音乐给他剪的时候，他不要。
所以这首歌已经火到国外了。对，骨子里面就是这首歌。他们觉得这个夜景，重庆这个8D 魔幻城市拍出来，发出去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就是再配上机车，这个打卡就是很心仪的那种。吃轻轨、魁星楼和机车落地签，那不知道体验完这套老外的重庆打卡的经典线路，你会选择来不来？那如果你想打包体验，请用绿色打出来；如果你觉得不想体验，请用红色打出不来。3、2、1，哎，你为什么不来呢？我年纪大了。为什么这几个地方对老外会格外有吸引力？它主要就是说我们的地形胜出了，因为你过来，你3秒钟给拍了之后，放在他们的社交媒体上面，它就有流量，对，能够给他们的视频呢增加不少的这种看点，也涨点人气。其实换个角度来说，他们过来拍重庆的话，也能给更多的外国人看到咱们的山城的特色。所以说，其实两边呢是一种互相成就的关系。好多老外说，我问他们，我说你在中国都玩了哪儿？他说上海、重庆永远是第2选择。So which city you have been? Shanghai. Shanghai? Yeah. And Chongqing? Yeah. Only these two? Yeah. No Beijing? No. Oh my god. First, Suzhou, Shanghai. Here, Chongqing. No Beijing. No, I haven't been to Beijing. Even the people is The people is nice. cyberpunk nice. The cyberpunk. 如果说抛开了流量，你自己更希望带老外去到哪玩？你更希望老外看到重庆哪一面？我觉得就是去我们这种小时候的那种依山而建的那种老房子的那种区域，其实还是有一些的。然后让他们去感受一下市井的烟火气，我觉得就挺好的。其实它这一边先3层巷是开发出来的，中间这一面还没有开发出来。这其实很有意思的。老外们用极致的前3秒流量，感受到的是重庆的赛博，是科幻，而重庆的里子还得跟着本地人的脚板一起感受感受。哎，已经来了，轨迹老师，哇 ，hello， 大家好 ，hello。Hello， 是在这个地方，哎，不要少。Hello。如果大家对轨迹老师这张脸如果不熟，看到这张照片我贴在这儿，大家就懂了。他是把重庆的人文社恐的人拍得非常好的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次在重庆的 City Walk 一定要让轨迹老师带着我们玩。今天带我们要去逛的，你有计划吗？看一下，哎，这正好就是附近我上次拍那个备菜的那个地方，被你拍火的地方。现在人民日报转发那个。是的。哎呦。我不知道他们今天应该备菜了比较。哦，快了，在这个点是吧？你看。会有一种进入格式的感觉。这个阳光正在备，而且阳光马上洒过来。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位置关系啊，因为照片里边可能带不到这么全。这叫筒子楼吗？差不多。重庆的山地面积就占了70%以上，自古就有沿江为池、凿岩为城的说法，所以被称为山城。从最早的吊脚楼开始，重庆就习惯了顺着山势盖房子。它有这种地形的一个错落，所以说你在平原城市的话，你见不到这种场景。它是巷子里面的，川渝这种地方，它独有的这种感觉。哇，朋友们看这个。承蒙厚爱因一张图片与大家相遇，大家舟车劳顿辛苦了，我们准备了矿泉水、小卡片及伴手礼，自取即可。感谢你们将美好定格，让更多的人一起感受山城重庆的魅力。这个水是免费的，哇塞，厉害了！光马上就进来了，等到那个光洒到那边的蒸笼的烟的时候，就是好看的时候。旁边在说英文，这就叫城市，这就叫重庆的 international。它其实有，我自己在这个城市我还不觉得，它是有这种，就是觉得哎，有一天外国人都来了很多。Hello, where are you from? America. 这是重庆最有名的摄影师，没有之一。上过人民日报的，对，Do you know 人民日报
哎，你看，see his fans over there, followers. 喝，马上，搞个我社恐了。 They want to take a selfie. 来吧，韦老师在重庆是什么地位？给大家看一下，都是你的兵。一下又给我整挨了，本来就挨，那更挨。咱还等吗，鬼老师？其实现在的阳光是完全被盖上了。咱不能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这个跟小陆老师学习，我就是长期把鸡蛋放在一个，你就在这一等，所以说啥也没拍到。你还上，你都上人民日报了。沙哥去下个地方，咱怎么去？你打法拉利吧，打黄色法拉利。果然是黄色法拉利呀、这个就是正常操作。我们到别的城市基本都租车，但是在重庆不敢租。爸开车看导航多吗？基本上都没有。基本上都不看哦。他已经连续掉2个头了。搞错了吧？我刚刚走错了吧？该往那边，往那个讲。你的错。哎，这个是我的错。那第2站，轨迹老师带我们来的山城巷，这里的整个步道就是以前重庆人用青石板梯凿岩建成的，集明代的城墙、晚清的领事外交巷、金马寺小学等场所于一体，是浓缩了重庆历史的天然博物馆。如今也被开发成了一个热门的打卡地。在其中的一条爱情小巷里，轨迹无意间的拍下了一对重庆老两口的爱情神话。周亮，没事，我正好来看你。吃了，不管我，我们吃了，哪儿吃了的？那是从北京过来的，他们是2口子，都是。哇，好漂亮，您的店，这好漂亮，好漂亮。他们当时是这样的，我跟你说，他们当时在洗脚，我还来了3天，第3天才拍到的，因为什么？第2天看到的时候洗完了，倒水了，你知道吗？我还没架好。没了，然后我提出了一个跟一般人不一样的要求，我说你们明天洗脚的时候跟我说一声，我再来看你们洗脚。你为了拍一张照片，一般会很久，我看。我有时候出去啊，假如说1个月来算，我可能5次都不一定拍得到，就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没有就没有。对，执念嘛，就是执念是吧？啊，就后来我那句，就灯嘛，灯嘛。要是碰到个合适的人物多好啊！灯嘛，耶，那个画风都变了。他们就觉得，就后来看成是一种类似于就 believe 那种信仰那种感觉。哇，朋友们，大家看，这是阿姨的相册，看它保存的特别的好。哇塞，哎，这张照片就很好哎。那我拍的。哦，这是你拍的，嗨。哦，您把它打出来了。这本相册的由来是在轨迹给周奶奶拍摄的照片走红后，有很多网友发现自己也在不同的时间里拍到过她，于是都在评论区晒出，评论区里就慢慢的生长出了横跨7、8年，不同时刻、不同服装，但在同一地点的周奶奶。就这样，网友们偶遇了他们的1年4季，最终轨迹将这份全民记忆集结成册，送给了她。这全是网友的留言评论。很洋气。哇塞，不同时空，不同季节，大家也没商量，就不约而同的就会。对，没有商量，他说明大家对美的向往是相同的。白天黑夜，从早到晚都有。哇塞，最早是，哎，这种感觉很好，就是真的所有的游客跟您共同编织成了一个属于重庆的共同回忆。当时我妈看到都还有点感动。这个还挺有趣的，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共同回忆这件事儿只属于比如一个广场、一个建筑、那些都一个事件，但是好像您把这个时间轴完全破掉了，这个挺浪漫的，我觉得。我都不知道那些都是不晓得是哪子拍的，搞不懂的。你连着看，有看那种就是看时间轴的那种感觉。这张照片其实是这个角度，它上面写的这个是2019年，这个是2021年。从这个角度看上去还是没有一家小店的，但是我给大家看现在这边是什么样子，这边已经全部都是小店了，然后这边还有 Hello Kitty 什么的，轨迹，所以你有时候会不会也会就是感受到这个变化？其实只有3、4年的，就有一种感慨在里面，就是其实地方还是没变，人也没变，只是有时候你感觉到它是变了，但是其实你静下心来想。还是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们两个还是搂的。来搂到嘛，来搂。啊，配音响。我这是视频，没关系。很多年前我们都认识了，18年。哎18年。那对你们俩比我们俩人还久。虽然这个对比有点莫名其妙，但山城巷的游客还是比较多的啊。于是轨迹老师说，带我去一个他长大的山城步道。待会儿走个梯坎儿。梯坎儿是重庆话吗？普通话就是台阶的意思。哦。对，就是爬一下正儿八经的，没什么游客的山城步道。他跟我说山城步道，我以为是就是那种藏在山里的步道，结果这个地方真的就叫正儿八经叫山城步道。这就是你私藏的地点了。所以朋友们，这边就是直接导航山城步道4个字吗？它能导到这儿吗？到不了。你看这个，你看这个。步道交通。步道交通这是歪的，太好笑了。这个很好笑，这个。你看这个孩子那么跳下去走的那种感觉，像不像啊？还真是小时候的。对，可以吧？哦，这个地儿可以，这个地儿很有生活气息。你知道现在那种最高档的小区都在追求现在这个区域这一点，人车分流，你所有的车都得下地下才能，就是为了让孩子能够在家门口玩，这样不会被车撞到什么的。而且小朋友还可以锻炼身体。对，这连自行车都没有，孩子在这跑，他们就在这打牌，特别好。连看都不看。哎，这种错落的感觉真的是没人吧？嗯，很安静，好看，超好看。这棵树也很好看。你们这是干啥呀？他们都在拍那个山城步道，他们北京来的。我们就拍这个山城步道的。山城步道。您这是搬家，因为没有搬家公司到不了是吧？对，就叫他们帮忙吗？哦，因为搬家公司到不了，所以就得找这个。哦，这2天我也是听当地人说，现在帮忙也进化出了非常多的分支，有帮忙搬家的，然后还有帮忙搬花的。这光比非常大，可以给大家打开这个 D-Log 2啊，17档的宽容度，可以看一下最远处的这个光到下边暗部就很舒服了。高级货哟，高级东西。哎，这是可以自拍的高级东西，有2个摄像头。怎么搞嘛？它就你按一下。你按一下，它就跟你脸了。哦。你要转一下头。对啊，已经就跟你了。哦，耶，你跟到我跳啊，也好自然哦。你看，哎呦，好科技哦，来嘛，来嘛，小伙子来看一看。哎呦，你看他跟到跳。哎呦，好高级的东西哦。你们是哪里来的嘛？我们北京来的。北京来的。哎呦，北京，我们重庆欢迎你，你们北京还是欢迎我们的？欢迎，全部都欢迎。你们北京的那个长城爬死人，我都整通了。但是我们的梯杆还是多。我们还不是晓得报复噻？你们那边那个梯杆虽然高，但是我们这儿多。哦，确实，梯杆就是阶梯是吧？阶梯噻，我们这个梯杆多噻。爬到顶峰了。你爬到长城顶峰了。你真厉害！我们春游的时候，我们都是就爬一节就下来了，就不爬了。那还是你们重庆呢？这个城市给你的安全感最底色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它的人情味在里面，就是这种松弛感，所谓的，就跟你随随便便，像刚才我跟这个就是吃饭的这个老板就说话呀，就会有一种近的感觉。哎，我看重庆人，包括你刚进来，你重庆人好像互相都称老师。对，老师就是重庆就是不分男女老少，你就跟他说，哎，老师让么哈儿？哎，老师现在好中啊？哎，老师那个路啷个走啊？明儿这名儿是跟我在一起以后，因为我天天就叫明儿。啊，重庆人叫老师跟北京人叫老师还不太一样，他更有一种江湖气在里面。北京人叫老师更多，我觉得是因为大学聚集，然后就是它是一种抬升，就是我不认识你，但是我把你好像抬升到一个老师的一个身份。对，这跟重庆的底色可能还不太一样。它是一个称呼，重庆的就是没有这种多余的那种情感。我觉得重庆更像剧组，你知道吧？因为剧组也是都叫老师，场务老师、灯光老师、化妆老师。因为我这个是很有感受的，我也跟他们跟剧组。对。啊，朋友们快看，这个地方很漂亮，这边一个游客都没有，看。一个那种巨型的山。这有一个巨型的滑梯，这个是。
什么梭梭摊儿？我到了这儿，我觉得时间都慢了下来，回到我的小时候。哦，刹不住了。呀，有只大鹅哎，它会不会咬我？这么大？它叫什么？洪金宝。黄金宝哦。老板，这个是捡的吗？还是捡的？多大的时候捡的？这么小的时候捡的？是啊，今天是他的生日。哦，真的？陪了365天呐。我看那个路过的那种婆婆都认识他。对呀，他这里也连了嘛。好可爱哦。逛完2个打卡路线，我突然觉得重庆最好的玩法应该是先当1天游客，再当2天本地人。所以如果你也想感受独属于重庆的恋恋风尘，我只建议你记得一定要准备一双舒服的鞋子。轨迹推荐的山城步道，你来不来？3、2、1，哎，全部都来。默契，默契，这个地方真的可以。OK， 感谢轨迹老师，今天带我逛了最好的重庆，有机会再来。我们在这儿打车就行了。对，我还要上去骑我的车，对我走上去，没事的，我一会儿就上去了。啊，江湖再见。你再走上去吗？我们给你拉上去呗，打个车。不用，我走上去就行了，几分钟。不，那你把麦克风还我呀。本来想特别潇洒的跟我江湖再见，是吧？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全世界啊，不，都不是全世界，宇宙第2大洞子火锅，无空调全年，天然恒温25度，走。哎呦，还真是有点冷啊这里。抗日战争期间，重庆作为战时的陪都和西南大后方的核心，维系了全国抗战的国力命脉。那为了抵御空袭、庇护民众，重庆全城开凿修建了数量庞大的防空洞。那防空洞也成为了许多重庆人儿时的避暑记忆。而现在，这些防空洞被改造成了各类的设施。火锅店就是很多本地人和老外都会去打卡的一个。哦，我们的9宫格防空洞也是重庆的一个很大的名片嘛。啊哈，对，这个防空洞是原来一个兵工厂。重庆人当时为了躲避轰炸呢，整个在重庆修建了啊，其实据不完全统计，大概超过1600多个防空洞。哇！那除了军工厂以外，还有像学校、医院等等等等。在这里面上学，包括当时的《新华日报》都坚持在防空洞里面就把总部迁了进来，然后在这里面坚持出版。现在这个防空洞有多长？有我爱你那么长。有什么？我爱你那么长。就是520米。我以为在跟我说什么土味情话。没问题，我没有问题。这里也是我们在重庆外国人餐厅基本上算最多的之一了。老外会感兴趣这个地方以前是干嘛用的吗？ I know it was built in the 60s, 70s during the Civil War kind of period. No, not Civil War. Not Civil War. Sorry, Cold War. It's World War II. Oh, World War II. 老板，你看他们都不知道。在这呼吁一下，重庆本地的英文好的啊，包括西班牙语好的，可以帮老板做。对，我也不知道。哎，找一些老照片，然后弄一些简介，然后贴在这些防空洞的墙上，有很大的面积可以让这些老外了解一下这段历史。那在1943年的时候，整个重庆的人口是43万。底下防空洞啊，所有的防空洞能够容纳的总人口是44万。防空洞对于重庆人来讲，它既是一个庇佑所，又是这座城市，或者说能够证明这座城市坚韧的一个图腾吧。我觉得，在卡尔维诺的小说《看不见的城市》中有这么一句话：城市不会泄露自己的过去，只会把它像手纹一样藏起来。它被写在街巷的角落、窗格的护栏、楼梯的扶手、避雷的天线和旗杆上，每一道印记都是抓挠、锯错、刻凿、猛击留下的痕迹。重庆只是老外们了解中国的其中一站，但至少我们希望大家去看见的，不只有前3秒的魔幻奇观，还有山城重庆最本真的模样。你刚才不是之前问我吗？就为什么还会坚持拍照吗？你天天都会走这个台阶楼梯的，你不走不行啊。你会不腻吗？你没办法不走呀，因为重庆这个地方就这样的呀。
这些都藏在每一处的街角巷尾里，每一口热情奔放的火锅里。当世界各地的人都来到重庆，烫着同一片毛肚时，应该会发现，不管是科幻重庆还是踢坎重庆，两种视角差得再远，它们都是重庆。所以这就是山城重庆的生命力，让万物穿过自己，沉稳有滚烫，梦幻有接地气，闹的、要的、笑的。在这也感谢大疆 Pocket 4P， 让我们可以在重庆的梯坎上自由穿梭的拍摄，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如此迷人又坚韧的重庆，把电影感、把好故事都能揣进口袋里。感谢你看到了这里，记得给我们一键3连。我们去年开始不断的在挖掘国内城市的好故事，也已经走过了很多地方，像敦煌、大同、正定、昆明等等等等。你有什么国内的宝藏城市可以推荐给来不来这档节目？可以在评论、私信或者公屏上告诉我。我们下期再见。